你好，我是猎影，欢迎来到奇案猎手。在我们绝大部分人的印象中呢，杀人犯都是一些穷凶极恶之徒。但今天我们要来说的这个杀人犯，他有点特别，因为年龄仅有11岁，拥有着天使般的面孔，明明还在上小学的年纪，怎么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了呢？2004年6月1日，日本佐世保小学传来了一宗轰动世界的儿童杀人案。而更离奇的是，在凶手的样貌曝光后，居然被网民追捧成为了网络红人。据说当时6年级的老师们正在组织学生们吃午餐，这个时候，一个班级的班主任突然发现有2个小女孩不见了。起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也许只是这2个小孩子调皮捣蛋。殊不知，隔壁的一间空教室里面正在发生着非常可怕的事情。班主任见他们始终没有回来，正打算出去寻找的时候，2个失踪的小女孩其中的一个出现了。她站在了教室门口，浑身上下沾满了红色液体，手里还拿着一把血迹斑斑的美工刀。老师和同学们都当场呆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的小女孩。这时，女孩气定神闲地走到老师面前，把手里面的美工刀递给了老师，嘟嘟哝哝地说着：“这些液体不是我的。”然后指向了身后的走廊。老师走出去后，一眼就看到了有间教室的门缝中正渗出大量的红色液体。打开后，他发现了另外一名失踪的女孩，她面朝下倒在了血泊中，脖子上也有一条长约10公分的口子，左手的手臂也有大量的伤口，看起来已经没有了生命的体征。老师在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但是女孩最终还是因为失血过多没有能抢救回来。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这只是一次意外。后来就连警方在最初的调查中也觉得一个11岁的小女孩不太可能有蓄意杀人的动机和行为，毕竟她还是个孩子。但是接下来的调查竟然完全颠覆了他们的想象，原来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而是这小女孩精心策划的结果。由于日本当地的法律对未成年罪犯的隐私保护，没有公布这个女孩的姓名，所以我们这里就称呼她为 A 女孩，受害的我们就称呼她为 B 女孩。整个事件的过程非常简单， A 女孩把 B 女孩骗到了一间没有人的教室里，然后 A 拉上了窗帘，并提出想和 B 女孩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当 B 女孩用毛巾把自己的眼睛给蒙上后呢，A 女孩突然用美工刀割开了她的喉咙，红色液体瞬间染红了2个人的衣服。受惊的 B 女孩马上用左手抵挡，结果却连左手也被伤至见骨。由于颈部受伤，导致大量流出红色液体， B 女孩在短时间内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迹象。令人感到不安的是， A 在把 B 刺伤之后呢，并没有立即跑回教室告诉老师，而是留在了原地大概10分钟的时间，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 B 女孩捂着脖子痛苦的挣扎，并且在走之前用力踢了一脚 B 女孩的头部，以确保她真的死了。如果此时你还认为这场事故是 A 女孩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在愤怒之下做出来的冲动之举，那你就又错了。A 女孩和 B 女孩在生活中其实是很好的朋友，2个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都喜欢绘画和篮球。而导致2个人关系如此紧张的原因是2个人在 BBS 论坛留言板上的冲突，就有点类似于以前的 QQ 空间之类的地方。B 女孩在上面的留言惹怒了 A 女孩，她评价了 A 的体重和长相，并暗讽他是一个小贱人，在老师面前装上好学生，但背地里却干着坏事。女孩 A 在受审时也表示，我不喜欢他说的这些话，所以我要在现实中报复他。为此，女孩 A 计划了整整1周的时间，确定了一个大致的行动计划，留心观察教室的使用情况以及各个时间段老师和同学们的分布，并且连续1周携带尖锐物体到学校。案发当天的早上，女孩 A 偷偷在口袋里面藏了一把从家里面偷出来的美工刀。如果只是一时的冲动，那么1个星期的时间也足够让 A 女孩平静下来了。但是她不仅没有，还精心制定了一个计划，所以这个11岁的小女孩就是蓄意的。
由于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日本警方的心理干涉小组也非常认真。即使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们也不愿意相信一个11岁的小女孩能够干出这么有城府、邪恶的事情。所以究竟是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平时的生活方面。A 女孩的母亲多年前因为癌症去世了，但是在父亲的陪伴下，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是就在1年前，她的父亲因为担心她会感到孤独，于是购买了一台电脑给她使用。在警方的调查的时候发现，他的浏览记录显示大多都是一些血腥连载小说、凶残主题的网站，甚至崇拜连续杀人犯和迷恋一套名叫《红色房间》的动画。A 女孩也表示，自己之所以用美工刀杀人，也是因为看了侦探剧。由于事件当时非常轰动，所以记者和网民纷纷找出了 A 女孩的个人资料，结果被某些狂热分子研究出 A 女孩的照片。照片里的她外貌清秀，一点都不像一个杀人犯。她那双天使般的大眼睛背后，却隐藏着一颗冷血的心。虽然她看起来像个小天使，但其实是个小恶魔。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恶魔，居然被一些网民称之为史上最可爱的杀人犯。当时甚至出现更疯狂的现象，就是 A 女孩成为了一个 cosplay 的模仿对象。而这股效应无形中是对死者家属造成了2次伤害。大众竟然美化杀害自己家人的杀人犯，可想而知受害人家庭会有怎样的心情。但最终 A 女孩由于年龄没满14周岁，被判去感化院感化改造。2年的时间结束后，感化院的判断是这个女孩仍然对社会有很大的威胁，于是又多加了2年的时间。当时很多群众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如今 A 女孩已经改了名字，没有人知道她现在叫什么，住在哪，只希望她不要再对他人产生伤害了。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小女孩就已经犯下了这样暴力的罪行，真是难以想象。我们看似温柔善良的孩子，也会有黑暗残忍的一面。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远比外表要复杂。同时，虽然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国外，但是这里要衷心的希望咱们国内的影视游戏分支制度能够更快更完善的建立和落实，别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父母也要多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希望孩子们能够成长在充满爱的环境里，不会走上邪路。感谢收看这一期的奇案猎手，麻烦点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支持一下。我们下期见。